奶奶生日后的第2天，我们就去了西昌的罗基山。那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越往山里走，雾气越大，最后雾气也就直接变成了雨。其实这是雾，不是雨，现在就只能徒步了。在3800多米海拔爬山，确实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情，所以刚上山不久，二爸就带着奶奶下山了。好，拜拜，山下回合。我和爷爷还有工具人小哥哥选择继续往上爬，毕竟湖是看不了了。这边全是雾了，这个湖都看不到了。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珍珠瀑布，当看见的那一刻，我也就明白了珍珠瀑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那个就是传说中的珍珠瀑布，有个1米多吧。还有著名的尔乌湿地，这和草坪边有啥子区别？这个我就没太看明白了，也不能说不漂亮吧，但至少还是有一点失望的。路上爷爷说了这样一句话：爷爷刚刚说这个水是玉皇大帝撒的尿。由此可见，这样的原始森林在爷爷心里是神圣的。罗基山主峰4300多米，是峨眉山的姊妹山，这里的生态多样，原始森林保护完好。登山途中标注的景点并没有给我多少惊艳，反倒是那一路满眼的绿色和湿润的空气令我欢喜，还有那些倒下的枯木，花着润土，滋养着新鲜的生命。我仿佛能看见时间的车轮来自远古驶向未来。尤其是看到那棵像是重生的小树，让我想起另一个传说。据传，当岛鹰衰老后，尖会变成弯钩，不再利于捕食，它要么接受死亡，要么涅槃重生。倘若选择再生的话，它就需要狠命的啄击岩石，使老化的喙全部脱落，再生长出全新的尖喙，那么它将可以再活一世。哇，这个琼海真的很大。琼海是咱们四川省第2大淡水湖，既然来了西昌，我们必定也是要去逛一逛的。所以那天琼海多了一对挽着手合照的老人。中国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总是含蓄的，特别是爷爷奶奶他们这个年纪，偶尔不经意间的细小动作就显得格外的温情。就像现在看视频的你，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总会不自觉地脑补出一个充满幸福的爱情故事，进而稍微感动一下，并发出汪汪汪的声音。不过一切都的确如此。他都来了，看嘛，就整水他都来了。也就是那天，我发现我居然有拍拍水面就能换来整池鱼儿的神技，以及那条已经死掉的鱼。好大一条鱼啊！我只能可惜我的神技还不够厉害，否则我一定救活它，拿回家养在温暖的开水里，再喂它吃一些酸酸的菜叶，岂不又是一段美味的佳话？对了，那天你们也发现了工具人小哥哥那倔强的小肚子。刚才他们在看啥子？对不对？是大熊，大熊，大熊，走了，我们要走了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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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大熊，走。你听懂我说啥子了？大熊没听懂，你看嘛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攀花了，然后从尼尔攀花城区。爷爷奶奶他们在我二爸的车在前面，我们就跟着他们。这个小区我是应该是15年前，那个小区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这个树啊什么的，那些树还很小很小，我记得我还骑上去玩，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大的这个树，10几年了，然后感觉变化好大呀，这个地方攀枝花。这个小区外面我刚刚还讲，这外面就是那个一个悬崖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很多房子了，修了很多房子。
然后攀枝花是一个对我们家来说都极具意义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故事，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。我一路都在想，到底我该怎么样去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，因为我知道我讲不好这个故事。当爷爷缓步走向这座时代的殿堂时，我跟在后面，无法看到他的面部表情，更不能从中读出一些什么，只是我的内心满是敬畏和骄傲，敬畏于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里，把荒郊野岭铸成了钢铁机器，骄傲于他们之中有我爷爷的身影。你想想还是高，故事始于1964年，国家基于地理位置划分出3块区域，分别称为1线、2线、3线。经过勘探，发现攀枝花地下含有大量的矿石，首次派出5万军工，为建设以3线建设为主导事项的国家重工攀枝花钢铁公司铺桥修路。4年春正式开工建厂，也正是这一年，在备战被荒为人民、好人好马上3线的号召下，年仅20岁的爷爷第一次踏上攀枝花这片他洒下半生热血的土地。还记得爷爷曾说，那年他去的时候就只带了1床被子。我并没有理解到那是一番怎样的艰苦。上了石头支个锅，帐篷搭在山窝窝。看到此番场景，我只能承认是现在舒适的生活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而这一刻，我也终于明白了博物馆的意义。可是我依旧无法想象，在那样的条件下，他们又是怎样在荒山之中建设工厂，在金沙江边搭起桥梁。经过5年的基础建设，1970年出铁，1971年出钢，1974年出钢材，而此时距离规划建设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只在攀枝花待了2天，就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挥手告别28他们后，我们的车行驶在江边，对岸就是攀钢的工厂。爷爷说前面就到东武桥了，我疑惑地问：等下这叫东武桥？东武桥，干得好，东武桥。哦，东武桥，哦，知道了。东武桥。拐洞。哦，那个东武桥。这是一个烙有时代印记的名字，如同时代烙在爷爷人生最青春热血的岁月里，成为羁绊一生的牵挂与怀念，也书写了一段伟大的家国历史。现在的攀枝花早已不再是那个小山村，而是人口超过100万、年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的繁泰之都，甚至入选中国城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。时代的浪潮仍在继续翻滚，那个3个石头支过锅、帐篷搭在山窝窝的艰苦生活早已不复存在，也将永不存在。接下来我们前往丽江。荣丽高速攀枝花到丽江段已经修了10年都还没有修好。出发前我们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，说荣丽高速四川这边都已经开烂了，云南那边还没有修好。而直到我们出发时，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。She's a diamond